汉语里，我们用动态助词了表示动作的完成，但是动作的完成不一定都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好，我们看白板上的3个句子。第一句，昨天他走了，动作的完成和实现的时间是昨天，是过去的时间。第二句，你看他走了，这一句呢，动作完成的时间是在现在。第三句，明天上午8点，他一定已经走了，这个动作完成的时间是在明天，在将来的时间。好，所以在汉语里，动作完成的状态可以发生在过去的时间，也可以发生在现在的时间，还可以发生在将来的时间。下面我们说一下必须使用了一的情况。好，先来看白板。第一，动作在某一时刻完成，句子中有具体的时间比如昨天晚上我给家人打了电话昨天晚上呢，就是句子中的具体的时间打电话，那么这个动作的完成是在昨天晚上这个时间。好，来跟我读。昨天晚上我给家人打了电话这个了是了一。好，第二，表示动作的先后顺序，下课是第一个动作，回家是第二个动作。那先下课再回家，这是一个先后顺序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了的时候呢，它的位置一定要放在第一个动词的后面我们常常说我下了课就回家，这个就呢就是表示很快马上的意思我下了课就回家。好，快放假的时候，老师也会问同学你们放假以后去哪儿有的同学说回国，有的同学说去旅行。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放假也是第一个动作回国也是第二个动作，那么是先放假再回国。我们可以说他放了假就回国很快回国，马上回国，这个意思。好，那么表示动作的先后顺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了一呢，一定是放在第一个动词的后面。通过这2个句子，我们来总结一个常用格式。常用格式常常是动词一加上了一，课和假可以是 object再加上这个就。那么当我们在说别的句子的时候呢，这个呢也可以换成别的副词，比如说在或者是才都可以，那是表示了别的意思了在这儿这个就呢就是很快马上当换成别的副词的时候，它就会表示了其他的意思后面呢再加第二个动词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使用的常用的格式。好比如说我们造一个这个在的这个句子比如说你吃了饭再走吧
你不能说你吃饭再走了吧，这个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了一的位置一定是在第一个动词的后面。好，下面我们看第三种情况，在联动句中，了一用在什么位置呢？首先，我问同学一个问题，什么是联动句？好，我们看白板啊，我先写一个简单的句子。我去超市。好，你们说一下这个句子中哪个词是动词？啊，对，去是动词。啊，去是动词。所以这个呢，就是汉语中一般的语顺啊，主语我去是动词做谓语，然后超市是宾语啊，主谓宾，动词做谓语。好，再来看第二个句子。我去买东西啊，这时啊，同学会发现，老师，这个句子当中是有两个动词了，对吗？对，去是第一个动词，买是第二个动词，东西呢是 object， 我是主语啊，所以呢，这是有两个动词做了谓语，对吗？好，第三句。我去超市买东西，就是去什么地方买什么啊，所以我们把去超市可以看成一个动词词组啊，买东西也是一个动词词组，去是第一个动词，买是第二个动词。好，通过这两个句子呀，我们还会发现这个去和买呢，都是这个我发出的动作啊，它是一个主语发出的动作。那么去超市买东西呢，也是我发出的动作。好，通过这两个句子呢，我们可以给联动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这个谓语是由同一个主语发出的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动词或者是动词词组构成的句子，这样的句子就叫做联动句，而且呢，它们之间呢没有关联词，也没有停顿。好，我们再来看两个句子。这两个呢都是联动句。好，我们看一下，我去超市买东西啊，所以呢，第一个句子当中的买东西呢是这个去的目的啊，你去超市做什么？是为了什么？为了买东西。好，他坐地铁去朋友家。这个坐地铁呢是去朋友家的一个方式。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要来说明了一放在什么位置呢？
是放在第一个动词的后面还是第二个动词的后面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啊，比如我去了超市买东西，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可以这样说，要说我去超市买了东西，这个可以啊。所以这个了一定要放在第二个动词的后边，在这儿，这是了一，好。他坐地铁去了朋友家，这样说啊，你不能说他坐了地铁去朋友家，不可以。好，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规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了一在联动句当中一定要用在第二个动词的后边。好，这个是它的常用格式。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去超市买了东西。他坐地铁去了朋友家。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下了一在间语句中使用的情况。有很多同学又会问了，老师，间语句是什么？老师写一个简单的句子，你们就会明白了。好，间语句中呢，常常使用请、让、叫、派或者使等等这样的动词啊，在第一个句子当中，主语加上使或者让、叫、派，再加上一个宾语。比如我说我请朋友啊，朋友在第一个句子当中是宾语 object 啊。我请朋友做什么呢？我请朋友吃北京烤鸭。那么在第一个句子当中，这个朋友是第一个动词的宾语。那么这个宾语呢，在这个句子当中就做了第二个动词的主语，对吗？好。所以朋友这个词，它既是宾语，又是主语。我们把第一个句子和第二个句子合并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我请朋友吃北京烤鸭。这个句子我们就叫间语句。好，接下来我们再写两个句子，大家看一下了一在间语句中它的位置是什么？昨天晚上我请朋友们吃了，这是了一啊，北京烤鸭。所以呢，这个了一一定要在第二个动词的后面啊，一定放在第二个动词的后面。这个动词呢，不可以。如果说昨天晚上我请了朋友吃北京烤鸭，不可以啊。所以这个规则一定要记住。昨天晚上，是在这个第二个动词这儿加上了
昨天晚上我请朋友们吃了北京烤鸭。好，再看。昨天妈妈让我做什么？打扫自己的房间。打扫房间这个动作完成在昨天的时间所以一定要这是了一。昨天妈妈让我打扫了自己的房间你不能说昨天妈妈让了我，不可以。好，这两句话我们再读一下。昨天晚上我请朋友们吃了北京烤鸭。昨天妈妈让我打扫了自己的房间，也对。好，这个呢就是了一在接语序中的位置。通过以上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一是表示动作的完成，用在动词的后面。下面呢需要同学们一定注意的一点，当动词的后面有补语的时候，这个了一呢一定要用在补语的后面。好，我们举一个例子。老师做动作，你看老师在做什么？老师在看书。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老师看完了。对，很好刚才老师在看书。那么看得怎么样呢？老师看完了。完就是这个看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了一定要在完的后面。它的位置是在结果补语的后面，不能在看的后面。如果说看了完书，这个不可以，要看完了书，这个是对的好，第二个呢，当趋向补语的时候，这个了一也是在趋向补语的后面举一个例子。你们看这是什么？书包。对，好。你们看老师做动作。现在书在书包的里面，我做动作。我做什么？书拿出来。对，很好。老师的动作是拿出来。很好。拿出来了在出来的后面可以说书从书包里拿出来了也可以。老师从书包里拿出来了书，也可以。这个了一要用在补语的后面。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个句子。我看完了书。我看完了书。老师从书包里拿出来了书。老师从书包里拿出来了书。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以上内容就是必须使用了一的情况，你学会了吗？